台灣大小事美國通膨失控會讓台灣的房市變熱嗎？先說結論，美國很誇張通膨即將破4台灣才破2而已，然後大家都快受不了，萬物齊漲，然後美國現在的平民生活到底是多刺激多巔峰，這個不是很能理解。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紅綠燈也能動態調整，然後即將開放 Robotaxi 無人計程車2028年，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美國通膨會影響台灣嗎？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學者說美國5月通膨若破 4%， 恐進一步衝擊台灣出口。好，那內容是這樣，就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吳大任警示，美國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年增率極可能衝破 4% 大關，恐對美國家庭經濟帶來打擊，讓民眾縮衣節食，排擠非必要消費，進一步導致廠商營收下滑，引發裁員，就業市場惡化，形成惡性循環。那如果美國出現消費寒冬，就會直接打擊台灣的經濟。因為我們去年的經濟成長率超過 8% 呢都是因為來自 AI 相關產品的出口來創新高，像台積電的晶片，資通訊的設備、伺服器等等。那一旦美國終端消費力道因通膨而萎縮，科技巨頭就有可能縮減 AI 服務的投資，進而向上波及台灣中上游供應鏈的出口表現。簡單來說，就是美國現在的通膨快要壓不住了，真的壓不住了。那如果真的壓不住的話，會出現失業潮。那失業潮一出現，科技巨頭可能就會暫緩 AI 服務的投資嘛。那台積電訂單可能就會受到問題。台積電沒問題，什麼訂單已經排到2028那是一回事啊。其他的有可能會間接打擊到台灣的經濟。你覺得嘞？你怎麼看？再來你要知道這事情不會那麼快發生。看到這種新聞，一般人想法一定是完了，台灣要崩了要掃到台風尾了房市跟股市一起來崩手牽手一起跳下去。但我是覺得說現在言之過早，因為新聞少講2個字叫時間時間，就是這些事情不會是一天之內直接發生你知道，就你說通膨讓美國人買東西買貴了，那他會先砍哪些開銷？當然是先砍各種消費性的支出啊，比方說換新手機買新電腦、買新車之類的。所以先被影響到的應該是誰？應該是零售跟娛樂嘛，對不对？接下來才是科技巨頭啊。然後科技巨頭也不可能馬上砍掉晶片的需求。為什麼？ AI 是軍備競賽啊，最怕就是你砍了，你敵人沒有砍，然後他 AI 跑贏你這樣。而且買晶片的這些巨頭早就跟輝達簽好幾年的長約，要跑是有違約金之類的吧，所以沒那麼好跑。但有一件事情的確要注意你看這張圖，美國人現在的儲蓄率一直在下滑，已經很接近2022年。好，2022年發生什麼事情？疫情嘛，對不對？新冠嘛，一堆美國人瞬間沒工作，只能歸在家裡。那現在当然是沒有新冠疫情但為什麼儲蓄率還會下滑？不就是生活開銷變高，就通膨嘛油價上漲嘛，讓他們油價上漲的話，主要又是美伊那邊開打那讓他們想存錢也存不到這樣。也就是說，剛才這篇新聞裡面講的美國有可能會出現消費寒冬這件事情就不是无中生有。最後你要知道你的資產策略要調整嗎？那我們來討論一下，若已知美國可能發生消費寒冬，我們是否該提前準備？先說結論，不用是要準備什麼？房地產這麼慢的東西呢？等美國真的發生消費寒冬呢，一連串的效應影響到台灣的時候，請問首先影響到的是什麼？這個也不用猜就是台股會先震盪嘛，然後這個震盪的錢會怎樣？我講的是震盪我不是講那什麼崩盤這種的一部分的人會先把股票賣掉，拿回現金先放在手上觀望。那也會有另一部分的人覺得怎麼樣？哎呀，股票好日子到頭了，那就這樣吧那就下車啦，落袋為安啦。那手上放现金他就不甘願，因為放现金會被通膨吃掉嘛，所以錢會怎麼樣？找一個可以抗通膨又可以生出像租金一樣的東西，因為你買黄金那沒有租金啊那是哪邊？又是房地產這不是說我叫買房案我一直挺房地產，而是說房地產本來就是被這樣子考量的，本來就是抗通膨的東西，錢存在房子裡。你像那個台商鮭魚回流就買房啊買工業地就是毛起來買就對啦錢就先趴在房地產這邊啦然後現在經濟起來了，股票很好賺然後再看怎麼轉增貸去把錢套出來去做股票就是這樣
那本來有買房計劃的人會怎麼樣？加快腳步。所以當美國發生消費寒冬的時候，不會馬上影響到台灣房市，有可能還會加溫台灣的房市。房地產是巨大且複雜的市場，你不要再講說什麼新聞攤開來看都在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第一哪縣市，第二什麼產品都是預售啊？那我們在蛋黃區中古屋我們有什麼問題？建設那麼多，這個是要怎麼跌？錢要怎樣進來避險？進來樓市來避險，成交量會緩慢加溫。但如果你開始看到我們對美的出口數字開始下滑，然後美國公司開始大量裁員新聞一則一則冒出來，你再反應都來得及啊，房地產就很慢很慢，所以現在該幹嘛就去幹嘛，不用太擔心，真的。講啦，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講了美國通膨可能會破 4%， 如果真的破4的話會帶來哪些影響那我們也討論了這樣的連鎖反應會不會影響到台灣房市，那我的建議是現在判斷還太早，不用急着調整資產策略，如果真的發生反應也是台股會先反應。最後我想問你，如果台股開始震盪，你會怎麼做？我會準備把錢挪入房市。B 什麼都不幹，我相信台股，我相信第四法人。C 準備掛4，台股要再加碼。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就通膨這件事情啊，就是現代經濟體的必定會發生，你也不能說它是癌症，反正就是必定會發生的事情。那天然抗通膨的東西就房地產這邊還能升租金，所以錢趨避到房地產這邊是相當合理的。現在是因為股票太強，然後壓制住房地產的需求。房地產需求不是只有自住而已，房地產是金融商品不要講這種話很靠北金融商品你就要炒房是不是？不是，好不好？這個是政府本來合法的，你去買一個房子然後出租，然後報社會住宅，這件事情合不合法？合法啊，政府甚至會鼓勵啊因為社會住宅政策好，所以現在是因為旁邊的明星太耀眼，叫做股票所以本來應該要到房地產的錢沒有跑進來，央行都在鬆綁了第二屋從5成到6成沒有跑進來現在是股票比較好賺，人在車上嘛，這個車速很快嘛，那我幹嘛要下車？當這個車開始遇到一些顛簸或者什麼，那已經走了一大段路的人下車之後想要落袋為安，就會考慮房地產。這種人我跟你講不需要多，你知道嗎？多反而麻煩。我們都遇到了，我講的是真的，就是那個股票落袋為安好幾位觀众朋友了近期都去看房子，然後都在跟林店甚至已經有成交了，落袋為安。我先說這種人的數量不会很多因为第一個他們有錢，他們跑出來的錢是可以直接買房的那就跟那什麼說參與台股，結果你問他0050買不到5張，就不一樣的人群。好，他們怎麼樣？他們捏股票是一回事，超級害怕的呢，無敵害怕每天看每天怕，是這種心態在捏股票的，所以出來跑到房地產，然後跟我說現在我就安心了。你看這種人不用多，因為蛋黃區沒有那麼多房子給他們買，你知道，所以我們就期待這件事情的發生。那目前就是中央銀行它的第7波信用管制限制的死死的那我一再強調說行政命令他不用過立法院所以說幹就幹限制下去就限制下去了，但也說放就放那
你看3月19號這個幾句話的時間，一份簡報出來，第二5成就變6成了。所以接下來就是看說中央銀行要怎麼去控這個盤面，讓房地產在軟着陸，然後又成交量要可以回穩。成交量現在太窒息了，成交量一窒息會引發很多社會上的問題，比方說很多房東賺不到錢跑去做詐騙之類有沒的問題會多啦。現在在我看起來，房地產被限制的有點矯枉過正。這不是有點，這就是這樣。你現在幾乎打斷新屋供應，新建上不太敢蓋了。好，那這樣子過3年、5年以後，市場中供應的新建會突然怎樣？很少很少。老房子換到新房子，這是剛需啊，安全的需求啊，我不想要再有避癌的需求啊，怕地震的需求啊，等等的。你是要3年後、5年後預售怎樣突破到天際所以現在台灣房市健不健康？完全不健康，是人為上的不健康。那就是看中央銀行操盤的智慧如何了。我再講一個我自己的心得這個就當閒聊，就是說這一波房地產從2萬多，然後一路漲到現在4萬5。我錄這支片子的時候是4萬5。按你說就這樣子看着金漲上來，我雖然叫買房阿元我雖然是一路看房地產，心裡會不會想？會呢，真的呢會不會想？當然會呢。好，可是就發生了一個事情，就是那個我看一下幾號就是在我們台灣時間的6月5號的時候夜盤不是發生了，就是直接收盤的時候減3000 3006吧，我記得，然後中間還升跌到4500點就這樣，然後過了一個周末，然後大家都在看說，哎呀，禮拜一台股要崩了安怎一開盤的確崩了跳空然後直接減2600，我靠！結果台灣散戶真的很厲害，就這樣一路拉收盤的時候只跌1000多點，然後隔天禮拜二又給它漲1000多點起來又回到4萬5了。好，這個帶給我什麼啟示嘞？就是說，好，那我真的就是不想做股票，為什麼？我沒有那個心臟，那個開盤直接給它跳空跌，跑都來不及跑的情況，你說沒差吧？大家都從3萬點捏起來的。這個跌就讓它跌，沒有10%都不會傷筋動骨。好，那是一回事，但是就是性格嘛，我就是不喜歡嘛。持有股票那個賺錢是一回事，但是我要承受的那個心理壓力或什麼不用啦，日子不用過成這樣啦。像我們做房地產收租租金，我們很舒服這個就是我自己性格的問題當我看到說原來台股可以這樣子突然讓暴跌跳空大，讓跑都來不及跑的。然後手上的股票一大堆都被重創，那我就不想做了。我們做房地產就是求穩健這條路穩健收租金，時間拉長這沒關係弄的是一個慢慢變有錢的狀態，慢慢變，這不是我講的，巴菲特講的，慢慢變有錢是要急什麼？有什麼好急的？我們現在又不是說沒有賺到股票的錢就會餓肚子，就會幹嘛我們就過我們的日子這真的是投資屬性的性格的問題。我看到那個我不願意去這個地方，就很像是壓力很大的重考班我就不會想要去報名現在我看起來是這樣，所以看到那個台股跳空大跌雖然後面又大漲，但是我釋懷了，反正我只要在股票市场裡面，我就有可能所謂人在江湖飄，哪有不挨刀，對不對？我過個周末突然咔咔幹我2刀，我靠，我過這種日子幹嘛？我又不是說非常的缺錢或是幹嘛，一定要在股市裡面賭一個翻身，所以我就繼續照我的步調慢慢累積，慢慢走就好了。等到股票市場其實這是好事啊，現在的股票市場都是為將來的房地產怎樣添柴加薪。你說股票那麼好賺，幹嘛去買房？那就不是同一種人，我們就不會去討論它。就是說錢也不多啦，然後租屋股神、少年股神的那種，拜託他都買股票很賺錢或什麼，一問他買幾張，那個部位都不到500萬，就算賺錢給你賺1倍好了，你敢退休就不用理他們那當市場中的一些我們講說像金金漲然後很恐怖我那個觀眾都很恐怖他們手上捏股票的部位都是7、8位數的呢，8位數來問我說賣掉落袋為安，現在現金大概1400多萬，要買什麼要怎麼辦？就跟少年股神不是同一種人，你知道所以我們不用理他當這些人怎麼樣就開始有一些往房地產這邊流動就好了對啊至少我們的成交量就會慢慢爬起來。那這個成交量爬起來以後，房地產接下來你說預售要回到以前的榮光，那個我也不在意因為我們都是做中古的。在我看來，現在房市冷，股票大賺錢，
你不趁現在去看中古屋的好房子，你是怎樣？你要以後房地產大好，像2024的時候，根本屋主又惜售到爆哦。你要買開價呢哦，這個時代來了，你要去買那個同樣的東西，然後比較貴，這樣你才甘願嘛哦。所以我個人目前看房地產還是很樂觀的。中央銀行在操盤什麼？他早就講了，他要軟着陸。現在老實講叫軟着陸，現在不是，現在是大家不買房子，而不是所謂的軟着陸。因為股票太賺錢，可是股票會殺人的呢，物理意義上的殺人。我實在是不懂為什麼政府一直把人家往股票那邊去推哦，這是一種現代的達爾文嘛，現代的天擇嘛，反正這些愛賭愛拔的人哦，他們就把他們清理掉還是怎麼樣，我也不曉得。總之就是房地產的未来哦，我目前看起來基本面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真的沒有問題，重大建設還在蓋哦，然後。那一大堆明明就在股票的車上，可是一直看着房地產，因為他很怕嘛現在賺錢的速度上，股票當然很好，沒問題，那就繼續在車上。可他們隨時要跳車的，你知道，越看越怕，隨時要跳。一跳他們去哪裡？房地產這邊，然後來幹嘛？來收租金。這才是我們這種只追求穩健的人的性格的本色。所以我目前看台灣房地產6都之內的中古屋，尤其是高雄，我個人認為還是相當之健康。